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好，我們來想一個情況：台北時間4月8號凌晨，川普突然發了一則推文，說要暫停對伊朗的轟炸行動，停火2週。誒，你聽到這個消息，第一個反應是什麼？肯定是哇，天大的利多，對吧？和平要來了，市場準備要大漲一波啦。但結果呢？完全相反。在盤後交易時段 ，WTI 原油期貨是直接崩盤，暴跌了15%，你知道嗎？從117美元一路被砸到95塊錢都不到。但奇怪的是，市場另一邊，納斯達克指數竟然是逆勢暴漲將近1000點。這就很怪了。一個聽起來是天大的好消息，為什麼最後會引爆一場這麼血腥、這麼矛盾的金融屠殺？今天我們就來好好拆解一下，這背後的水到底有多深。OK， 那這次的分析我們會分成6個部分來講。首先，我們會先回到風暴的起點，看看市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接着，我們會深入去拆解一個很奇怪的現象，2種油價。然後我们會揭秘華爾街早就準備好的2元劇本。再來就是整件事情的核心，所謂的倉位踩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會看到，連最頂尖的金融巨頭都在那個晚上被無情收割。最後，我會幫大家整理出接下來這2個禮拜市場最有可能出現的4種結局。好，那我們就從第一部分開始，讓我們一起回到那個風雲變色的交易日，看看這場風暴是怎麼被點燃的。整個4月7號的盤勢真的比電影還精彩。一開始凌晨的時候，川普先發出最後通牒，講得非常狠，說如果伊朗不乖乖聽話，4個小時內就要把他們的電廠、橋梁全部炸掉。那市場聽到這個當然是嚇壞了嘛，早盤直接進入恐慌模式，標普500跟納指都重挫超過1%。結果到了下午，劇情突然出現轉折，巴基斯坦的總理跑出來當和事佬，公開拜託川普說能不能先停個2週，給外交一個機會。市場嗅到一點希望，美股就從低點開始反彈。沒想到晚上的重頭戲才來，川普竟然真的發文說他接受調解，同意停火2週。然後就在交易量最少、大家準備下班的盤後時段，整個市場瞬間引爆。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的數據，你就能感覺到當時市場有多麼瘋狂。首先是 WTI 原油期貨的價格，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就暴跌超過15%，直接從117塊美金摜破了95塊這個整數大關。但同一時間，被大家認為是風險資產的納斯達克100指數，竟然反過來大漲了 1.8%， 差不多就是將近1000點。更奇怪的是，連傳統的避險資產黃金也跟着跳漲了 2.5%。你有沒有發現，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詭異的景象？風險資產跟避險資產竟然手牽手一起大漲。不過，在一片混亂當中，有一個數據卻異常的冷靜，那就是美國10年期國債的殖利率，它幾乎沒什麼動，只從 4.3% 非常微幅地下降到 4.26%。重點來了，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警訊。你可以這樣想，如果市場上那些真正有錢的大戶真的相信和平是好事，準備要大幹一場，那他們應該會把錢從最安全的美國國債裡抽出來，拿去買股票，對吧？那賣國債的人一多，國債價格就會跌，殖利率就應該要明顯上升才對。但它幾乎沒動，這就暗示了一件事：市場上真正的大錢根本不相信這個所謂的利多，他們覺得事情背後肯定有鬼。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來看看要解開這個謎團最核心的那個證據是什麼？那就是為什麼川普的一則推文竟然可以變出2種完全不同的油價？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在金融市場上，那個大家在交易的 WTI 原油期貨，它的價格直接崩了15%，等於是把過去1個月累積的戰爭風險溢價全部都吐光了。但是，如果你去看真實世界，也就是那些可以實際交割、可以裝上船運走的海灣原油現貨，它的價格卻是穩穩地站在110塊美金以上，根本沒怎麼跌。這就證明了一件事：這場暴跌跟真實世界的石油供給沒有任何直接關係，這完全是一場純粹發生在金融市場的紙上風暴。
因為現實世界的情況根本沒變吶，霍爾木茲海峽裡還是卡着超過100艘郵輪動彈不得，倫敦勞斯保險公司開出來的戰爭險保費依然是正常時期的10到15倍，貴得嚇人。而且根據估算，到了4月底，全球的石油供給缺口還是高達將近10億桶，甚至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他們5月要賣給亞洲客戶的原油，每一桶的加價還創下了$19.5的歷史新高。你看，這些實體世界的限制根本不可能因為一則推文就瞬間消失嘛，所以很明顯，金融市場的價格跟現實世界的狀況已經完全脫鈎了。好，既然跟基本面無關，那到底是誰在搞鬼？我們繼續聊下去，來看看在停火消息出來之前，華爾街那些大型機構到底早就準備好了什麼樣的劇本？就在4月7號當天，摩根大通的內部交易台發了一份策略指南給他們的客戶，裡面有一句話講得非常直白，他說市場不是在壓住方向，而是在設定購物清單來交易結果，這是一個2元結局的市場。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說就是他們根本不去猜到底會打還是不打，他們做的事情是為這2種截然相反的結果都準備好了一套完整的交易計劃，不管發生哪一種，他們都能立刻反應。摩根大通幫客戶列出了3種情境。情境1，如果真的停火了，那他們就建議立刻去做多新興市場和科技股。他們預估標普500指數能反彈個5%到8%。那情境2，如果談判破裂，真的開打了，那就馬上反手去做多能源股、國防股。他們認為油價可能會衝向$150。而還有情境3，是他們認為當時最可能發生的，叫做全部拋售。這種情況下，現金為王，所有資產都會一起跌，大家只能被迫強制去槓桿。你看，不管結局是什麼，他們早就想好對策了。這就帶我們來到整起事件最核心的部分了。這根本不是什麼基本面反轉，而是一場史詩級的倉位踩踏。哎，什麼是倉位踩踏？我用一個比喻你就懂了。想象一下，你在一間擠滿人的電影院裡，突然有人大喊失火了，這時候還會有人在乎電影演到哪裡嗎？不會嗎？大家唯一的念頭就是不計一切代價衝向那個唯一的出口。結果呢，就是在門口互相踐踏，造成嚴重的傷亡。市場也是一樣，一個突發消息讓所有做多的人都想瘋狂賣出，同時所有做空的人都想瘋狂回補，市場的流動性瞬間被抽乾，導致價格崩盤。這跟那個商品本身到底值多少錢已經一點關係都沒有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停火消息出來的前一刻，市場上有多少資金是在$117那個高點閉着眼睛追高做多原油，結果川普一則推文說不打了，這些多頭部位該怎麼辦？唯一的選擇就是不計代價的割肉出逃啊！而且你要知道，華爾街那些量化交易的演算法裡面根本就沒有和平這個按鈕，它唯一認識的指令就叫做暴力平倉。所以買漲的人瘋狂平倉，買跌的人瘋狂回補，在流動性最差的盤後時段，引發了連鎖的停損單，這才造成了這15%的瀑布式下跌。而且在這場踩踏事件中，還有一個極其恐怖的細節，是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給點出來的。他發現，就在川普宣布停火前的短短15分鐘，竟然有一筆神秘的資金在期貨市場上砸了整整$5.8億去做空原油。這筆錢就像是開的天眼一樣，精準地踩在油價暴跌的前一刻。克魯曼直接把這件事定調為一個經典的內部交易範式。像這種突然起來的暴力洗盤，其實沒有人是贏家。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連市場上最頂尖的那些巨頭們是怎麼樣在這場屠殺之中倒下的。首先，最諷刺的可能就是那位傳奇的大宗商品巨頭皮爾·安杜蘭，他在戰前衝倉做多原油，光是3月就逆勢大賺6%，直接封神。但是你想想，油價從117塊被砸到95塊，如果他沒有做好足夠的避險，那他3月份賺的錢很可能在短短幾分鐘內就連本帶利全部吐回去了。再來是那些高科技的 CTA 趨勢跟蹤策略，這些基本上就是跟着趨勢跑的交易機器人。他們花了1整個月才好不容易確認做多原油的趨勢成立，結果消息一出來，一個180度大反轉，他們在高點建立的多單瞬間就被擊潰。這種行情在業內有一個很恐怖的稱號，叫做寡婦製造者，因為它極度致密，多空雙殺。
甚至連 Citadel、Millennium 這些1000億美元級別的對沖基金也傳出面臨自家風控部門拿着槍指着腦袋，要求他們強制去槓桿。因為當所有資產都同漲同跌的時候，他們原本設計的那些精密的風險模型就全部失效了，只能被迫清倉。好，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現在知道了，這是一場由消息面觸發的技術性踩踏事件。那麼在經歷了這場大屠殺之後，接下來的2週，市場又將會如何發展呢？根據目前綜合的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4種最可能的情境。第一種是透過外交途徑完全解決問題，但這個幾率很低，不到10%，因為雙方的條件差距實在太大了。第二種是陷入長期的僵持，也就是2週後大家繼續對峙沒結果，這個幾率大約是26%。第三種是有限度的軍事行動，這是目前市場認為幾率最高的情況，有56%。這代表談判破裂之後，美軍可能會對伊朗的特定目標進行外科手術式的突襲。第四種就是戰爭全面升級，這個幾率最低，只有8%，但一旦發生，油價可能會衝破$200大關。不過，無論最終是哪一種結局，有一個核心重點，我們必須要記住。戰爭或許可以暫停，但是高能源價格對實體經濟造成的衝擊，以及它重新點燃的通貨膨脹預期，這個傷害已經造成了，而且是不可逆的。所以你看到，現在連華爾街都不再幻想聯準會今年會降息幾次了，他們開始擔心的是，如果通膨真的壓不住，聯準會不會被迫要重新加息？整個市場的定價邏輯已經從過去的降息狂歡轉向了現在的加息恐懼。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這次油價暴跌並不是基本面變好了，而是一場由停火消息觸發的史詩級的倉位踩踏事件。最好的證據就是期貨和現貨價格的巨大脫鈎。第二，華爾街的巨頭們並不是神機妙算，他們只是為2元結局做好了2手準備，但在極端的市場波動下，連他們的風控模型都會失效，同樣慘遭屠殺，甚至還出現了經典的內線交易疑雲。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戰爭可以暫停，但高油價造成的通膨傷害已經鎖定，市場的核心矛盾已經從地緣政治轉向了聯準會是否會被迫加息的恐懼。所以，當我們面對一個由突發新聞主導、唯一的邏輯只剩下暴力平倉的市場時，我們散戶投資人又該如何自處？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每個人好好深思的問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